手机电池用久了耗电快是吗？其实是您充电方式错了。看完今天的内容长知识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，方便了我们的生活，几乎人手一部手机。然而有手机的朋友大多数都会遇到手机电池老化的问题。一旦电池老化，那么手机耗电快，有时候一天至少要充3到4次电。那么手机耗电快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招如何保护手机电池，防止老化的问题，解决了很多人困扰的烦恼。保护手机电池，防止它老化。首先我们来说说电池。近几年虽然手机的外观以及配置上都有所提升，但是手机电池方面的技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，续航依然是手机的大问题。现在的智能手机基本采用锂离子电池，但是锂电池也是化学电池中的一种，也会存在电池老化的问题。一旦锂电池出现老化问题后，它就会增加电池的电阻，所以电池能提供的电量也就会随之下降，这也进一步导致电池自身的容量变小，从而出现手机耗电快的问题。手机电池作为一个易耗品，它的寿命是一定的，即500次充放电周期，即500次充放电周期。当我们知道锂电池的特性之后，就能够正确的使用，从而防止电池老化慢一点了。第一点，我们要做到不要让手机完全耗尽再充满。有些朋友一旦有了手机之后就疯狂玩手机，几乎占据自己一天的时间，很容易出现手机玩到没电了再去充电，或者喜欢将手机电量低至 20% 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充电。其实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，因为如果你将手机电池电量用至低至 20% 或者完全耗尽，反而容易破坏锂离子电池内部的化学活性，从而就会缩短手机的使用寿命。第二点，要养成少量多充的习惯。前面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手机电池的寿命是一定的，即500次充当电周期，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的延长每一个周期时间，提高电池实际的循环次数。因此我们要养成少量多充的习惯。另外，根据研究表明手机电池电量维持在 65% 到 75% 时，使用寿命最长了。第三点，减少手机边玩边充电的习惯。现在很多人喜欢一边充电一边看电视剧或者玩手机，其实这种行为是一种非常伤电池的做法。因为手机一边充电一边玩的时候手机会产生较大的热量，然而产生的高温将会影响到锂离子电池的寿命，所以大家不要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。总而言之，防止手机电池老化，就能避免手机耗电快的问题。看完这个小常识，现在知道为什么手机耗电快了吧？手机用久了，除了电池容易老化，更多的还会出现卡顿的问题，这是普遍存在的。尤其是您的手机用的比较长，用了2年甚至3年，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技巧有效的清理手机，建议大家可以把它详细的看完，对我们的以后一定会有帮助的。手机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卡顿，我们该如何通过代码去清理手机？给大家分享4个代码。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第一个代码。第一个代码是缓存文件，在这里的话，我们需要打开手机的文件管理这功能，点击，接下来会进入到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里边。点击进入以后我们需要搜索一个代码，在搜索文件里边直接输入 cache，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下文件，这些 cache 都是可以删除掉的。它是一个缓存文件，就手机看视频或者是看一些软件产生的一些缓存文件，它是属于缓存文件的一个文件夹。我们点击的话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了，也可以点击多选一键删除，然后的话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。这是第一个需要清理的文件夹。接下来
我们需要找到下一个。第二个代码是需要我们输入 backup， 但是 backup 这个文件夹它所包含的内容都是一些备份文件，没有什么作用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删除掉。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找到一个，每个人用法不同，存在的文件夹内容呢也有差异，出现几个，然后我们选择点击全选就可以直接删除了。这是第二个需要删除的一个文件夹。第三个需要输入的是 TMP， 它是属于临时文件，我们搜索后呢也可以直接把它删除掉。这是第三个需要输入的。这些文件呢没有什么用，在手机里边积累了很多以后就会占用内存，可以把它全部都删除掉。第四个需要输入的文件夹代码就是 download， 这个的话相信大家都会比较熟悉，它是属于下载的一些文件，比如说我们从电脑上或者是网上下载的一些内容的话，都会直接保存到这个文件夹，基本的话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清除掉了，然后需要长按，然后点击全选，然后点击删除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手机一些没用的一些垃圾缓存文件全部都清除了。通过清除以上4个文件夹，我们的手机就会顺畅许多了。当然我们清除完成还有最重要的一步，在这里的话需要返回，然后打开手机自带的一个管家功能。我们点击打开手机管理，然后点击空间管理，让它重新去扫描一下，然后一键清理，清理加速再清理一下，这样的话就能够彻底的清理我们的一些缓存垃圾，可以说非常实用，不需要的都可以一键清理。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来到这里不常应用，点击进入，然后我们会看到一部分软件呢是长时间未使用的，有的2-3个月呢都没有用呢，觉得用不到的就可以一键删除掉了。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的储存空间，手机呢就会顺畅许多了。可以看到一个软件呢基本都是700-800兆，有不用，留着又占空间，我们何不把它删除掉，从而保持手机的顺畅运行呢？而且这些软件虽然看似没用，实际上不但占了内存，还在后台消耗着电量。把不要的软件通通删除掉后，还可以优化我们的电池，防止电池老化呢。最后我们再返回最初页面，再选择一键优化，优化结束，这时我们的手机就和刚买时一样好用啦，大量释放了内存。看完后抓紧转告身边人，如果您觉得实用，记得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